今天继续本溪的赏枫之旅。离本溪不远有一个中华枫叶大道，是从本溪到环仁之间。几乎每年从国庆开始，这条大道上红叶漫山遍野。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这条中国最美的10大公路之一。然后去租了台车自己开车说，哎呀，这一开上车自己心情就好了。这条公路也叫本环公路，人数是一样的，但就是吃饭呢，你4个人，这条几十公里的公路都非常漂亮，其中还有不少景区，包括前2天介绍的老边沟和大石湖。今天就开车走一走这条公路，也会去1-2个不收费的景区，大家看看这条公路到底怎么样。我们是从老边沟这里出发的，驶上公路之后，景色就慢慢的漂亮起来。只要看到停车多的地方，路边的枫叶就一定是很漂亮的。路边还有不少摆摊的。来这条本环公路赏秋的自驾车还挺多的。继续往前开，路标显示前面有一个森林公园，名叫大地森林公园，大概从主路进去4-5公里的样子。不过这里也收费，1辆车30，加上每个人30，我们2个人一共交了90块钱。这个大地森林公园的优势就可以开车自驾进去，如果看到不错的风景就随时可以停车。这个大地森林公园景区也不是很大，车可以往里开大概7公里。有些路段的枫叶开得还不错。目前这里的风景也接近尾声了，所以来这里的自驾车不算很多。开到7公里的停车场，往前走几百米有一个小瀑布，就是这个小瀑布。在这里停留了几分钟，开始往回开。总体感觉这个公园目前比较幽静。每个人30块钱的门票虽然不算贵，但总体来说这里的可玩性不多，开着车大概走一走就行了。其中有2段的枫叶开得非常漂亮，也停了不少车，人们都下车去沟边拍照。
在这里停留了不到半个小时，继续回到本环公路。在本环公路上有一个知名度相对较高的免费景点，叫做洋湖沟。这里沟口做生意的、停车的就更多了。这个洋湖沟也是可以自驾进入的，有一条不错的柏油路，一直往前开几公里，可以到达洋湖沟的村子。这2年每到赏枫季节，沟里的游人非常多。前面就到了停车场的终点，再往里就不让进了。据说这条沟里的小村子有不少画家入住。因为是免费的，所以有不少自驾的人来这里游玩。下车，在枫叶大道上走一走。不过到洋湖沟，如果不自驾，坐公共交通还是比较困难的。有不少游客下到河边拍照。这个洋湖沟景区主要胜在是免费的，可以自驾。但如果就景观而言，和关门山、老边沟和大石湖相比，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。现在又回到了本环公路，这段路的风景不错，桥下也有一条小河，可以走下去。我觉得本环公路这1-2个景区比较适合本地人，都去过了其他的出名的公园，偶尔来这里开车溜一溜。如果是外地特意来本溪赏枫的，时间比较紧，这条路和这2个景区就可以放弃了。反正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，去过了老边沟这样的景区，再来这里就觉得索然无味了。当然如果没有去过老边沟，只到这里来也觉得景色还不错。我这次的本溪赏枫之旅，路上经常收到一些网友的建议，尤其有人建议我去离这里不算很远的一个叫大牛沟的地方去看云海，还有人建议我一定要去枫林谷。看了看地图，准备都去。现在路过的就是枫林谷的指示牌，准备明天去这里。而今晚准备去大牛沟那里住宿。去往大牛沟开始走了一段高速公路，非常干净漂亮。这里现在不到5点，天就要黑了。没想到去大牛沟有一段路是土路，路边的晚霞。今晚准备住在离大牛沟看云海不远的一个农庄，条件相对简陋，
100块钱一个人，含2顿饭。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走运，看到大牛海的云海日出。我是爱你的，这是丹东大牛沟的云海日出。当第一次看到朋友给我发来的这里的云海日出的视频时，我马上萌生了要过去看一看的想法。昨晚住在了大牛沟，今天早晨3点半就起床了，4点钟出发去看云海和日出。早晨的气温零下6度，非常冷。去看日出的人很多，很多都是携家带口的，还有小孩子。慢点啊！从住宿的山庄爬到山顶，大概要40分钟的时间。有一段路相当不好走。2号观景平台有一个大石头，我个人爬不上去，只好拐道去3号观景平台。可能大家听出来了，我现在感冒了，估计就是早晨冻的。已经有很多人在3号平台了，据说不少人3点多就开始爬山。这就走了。其实今天运气不好，昨晚刮了一晚上大风，老板说今天可能没有云海了。不过既然起得那么大早，还是想撞撞运气，哪怕看不到云海，看个日出也可以啊。山顶的人都冻得够呛。我们住那个地方啊，老板说要看不见云海，给俺们返50块钱，是吗？俺们那个游客这么说的，看不着云海呢，这个差不多。快6点了，远处的太阳快升起来了，一起看看这里的日出吧。其实山顶的风景也还不错，有不少是火红的枫叶。看看这里的日出吧。这里的日出时间是将近6点。半夜爬山看日出的人还真的不少。一夜狂风吹掉了不少树叶。从这里看，红叶日出还是很美的。
虽然没有看到云海，不过看一看这里的日出，也算是一个弥补吧。而且山上的枫叶还真的挺美的。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留念。6点半，准备下山。爱一旦结冰，虽然上下山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，还冻感冒了，不过还是不后悔。我们现在去离这里不远的枫林谷。枫林谷也是不少网友给我留言，一定要去看看。原以为枫叶会被大风吹掉，没想到却在枫林谷看到了这次行程最美的枫叶。下一期视频给大家看一看枫林谷的美丽风景。